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次为大家介绍的是保坂龙先生的《有点小懒散的老年生活建议》。这本书推荐给那些想了解如何让晚年生活更加轻松自在的人。今天的视频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有点小懒散的老年生活建议；第二，有点小懒散的生活之道精髓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有点小懒散的老年生活建议。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，寿命之所以急剧延长，一般认为是因为饮食生活和卫生条件的改善，以及医疗制度的完善。不过作者指出，大家努力追求长寿这一点，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。但是，各位是不是有点太拼命了呢？当然，为了保持健康，适度运动非常重要。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去健身房锻炼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这本身是件好事。不过，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老年人在跑步机或训练器械上过度用力，或许他们心里想着不能输给年龄我还年轻，因此格外努力。然而过犹不及，过度运动反而可能给身体带来负担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能做到的事情一点点减少，这是很自然的。坦然接受这一点，是幸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。如果发现自己做不到从前那样，那就干脆早点放慢节奏。如果觉得丢脸而勉强自己，反而可能受伤或身体不适，甚至缩短寿命。这不仅仅适用于运动，年纪越大，在各方面越要避免过度努力，保持稍微有点懒散的心态才是关键。那么有点懒散究竟指什么程度呢？提示可以参考松原太道提倡的生活态度：不勉强，不浪费。一提到懒散，有些人可能会想到睡到中午，屋里到处是喝剩的啤酒和吃剩的便当。但有点懒散和真正的懒散似是而非。正如松原先生所说，有点懒散是在不勉强的范围内早起，不做浪费的事，不留下吃剩喝剩的东西。有句日语叫负8分，意思是不要吃到10分饱，而是稍微节制一点。作者认为，当你觉得差不多够了的时候，再稍微减一点，把所有事情都控制在6-7成左右，这才是有点懒散的精髓。人的心态不像体力那样衰退的明显，因此即使年纪大了，也有不少人仍然过着和年轻时一样的生活。但在旁人看来，那只是鲁莽。与其被人说成老年人的无理行为，不如平时就养成6-7成就好的习惯，这才是成熟理性的表现。放下非这样不可的执念。在工作时期，大家或许凡事都全力以赴，但到了老年阶段，最好与非这样不可必须如此的思维方式保持距离。把自己束缚在各种规则中，只会带来压力，也会让原本摆在眼前的自由而充实的时间无法真正享受。不妨试着把不能做的事情改成偶尔做做也没关系。例如，晚上必须睡满8小时，不妨偶尔减少一点睡眠时间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即使熬夜，第二天稍微睡个懒觉，也不会给谁添麻烦。又比如，必须每天打扫卫生，改成今天不打扫也没关系。仅仅这样想一想，心里都会轻松许多。只要放下必须如此的执念，心就会轻松很多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轻松一点生活的诀窍。从拼命到从容的转变。人到了人生后半程，其实最重要的功课，不再是如何更努力，而是如何更轻松。不是放弃责任，而是放下执念；不是消极逃避，而是减少内耗。稍微懒一点，并不是懒散，而是一种智慧。第一点，不要对他人的好意过于客气，坦然接受吧。那位在地铁上让座却被责骂的女性，其实代表了很多人的困惑。当我们表达善意，却换来误解时，会本能地想，那以后还是不要多事了。但问题不在善意本身，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被帮助。很多人，尤其是步入老年之后，会格外强调我还行，我还可以，我不需要帮助。因为在内心深处，他们害怕的是被当作无能，被当作衰老，
被当作累赘，于是当别人伸出手时，反而会刺痛自尊。但换个角度想想，帮助不是宣告你衰老，而是承认你是值得被关心的人。我们的一生大多在给予中度过，为家庭付出，为公司拼命，为社会贡献，却很少练习接受。然而真正成熟的人，既能给予也能接受。当别人对你说我来帮你，如果你总是回答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，久而久之，别人也会收回那份心意。人际关系本质上是流动的，今天你接受，明天你回馈，今天你需要，明天你支持，这才是健康的循环。稍微懒一点的意思是，不必每件事都证明自己还行，不必每一次都应承，不必把独立理解为孤立。当别人让座时，轻轻点头说一句谢谢，那不是示弱，而是温柔。第二点，在人际关系上也可以稍微懒一点。很多人退休后最累的不是身体，而是人情。年轻时我们为了工作维系关系，必须参加的聚会，不得不去的酒局，明明不合拍却要客气来往的人。但退休之后，人生的重心已经改变，这时候仍然维持形式上的关系，往往只是惯性，而不是必要。年贺状就是一个缩影。当贺卡变成批量打印、毫无温度的例行公事时，它维系的就不再是情感，而只是习惯。如果你自己收到这样的贺卡，会不会也感到疏离？人到老年，最宝贵的是时间、精力、情绪、能量，这些资源是有限的，把它们留给真正重要的人，远比平均分配给所有人更有价值。所谓人际关系的轻松，不是绝情，而是筛选。你可以问问自己，这个人见面后，我是放松还是疲惫？这段关系是滋养我，还是消耗我？如果不再联系，我会失去什么？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少了一张贺卡就消失，真正的亲密也不需要靠节日维系。与其1年见一次的表面寒暄，不如1个月一次真诚的交流。到了人生后半段，关系适量才是幸福的关键。第3点，睡不好，也不要过度焦虑。很多人一旦上了年纪，就开始对睡眠过度敏感。今天只睡了5小时，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？半夜醒来，是不是失眠症？是不是要吃药？但事实上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深度睡眠减少是自然现象，这是生理变化，不是疾病。真正该关注的，不是睡了几小时，而是白天是否能正常生活。如果白天精神尚可，没有明显困倦影响生活，那就说明身体已经适应这个节奏。最可怕的不是睡眠少，而是对睡眠的焦虑。越是强迫自己必须睡够，大脑越兴奋，越难入眠。这是一种心理悖论。稍微懒一点的睡眠观，是允许自己偶尔失眠，告诉自己今天睡不好也没关系。人不会因为少睡1晚就垮掉，身体比你想象的更有弹性。当焦虑消退，睡眠自然回归。第4点，不要过度在意体检数值。体检的目的是预防，而不是恐吓。但很多人一看到红字，就开始上网搜索最坏情况，反复测量，情绪低落。其实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数值轻微偏离标准，是常态标准值，是统计学平均值。而你是独特的个体，比如血压，年龄增加后血压略升，是生理趋势。如果没有头晕、胸闷、明显不适，仅仅是轻度偏高，并不等于危险。真正危险的是绝望。医学研究早已证明，情绪对免疫系统、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巨大。当人陷入悲观时，身体也会随之走下坡。稍微懒一点的健康观是接受变化，配合医生，管理生活，但不过度焦虑。注意饮食，保持活动，按时复查即可。健康管理是长期工程，不是情绪战场。从拼命奔跑到从容生活，年轻时我们被教育要努力、要争取、要不输，但人生后半场的关键词
应该变成平衡、轻松、适度、宽容，对别人宽容，对身体宽容，对自己宽容。稍微懒一点不是放弃，而是节制，不是消极，而是减少不必要的消耗。当你学会接受帮助简化关系，放下焦虑，温和面对身体变化，你会发现生活没有变短，但变轻了，而轻盈才是老后真正的自由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